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骨质疏松的存在让很多人都提心吊胆，若不及时治疗，随着骨量大量丢失，在无任何征兆下会突发骨折，让人猝不及防。但目前人们对骨质疏松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，以致造成骨质疏松不可逆转的地步。今年刚刚满57岁的李大姐，退休后在家闲来无事，心情也比较郁闷，于是就约着邻居们一起到楼下跳广场舞，心情得到很大的缓解，每天的生活更加有乐趣。但不知最近一段时间怎么了，身体很不舒服，浑身软弱无力，而且腰还疼得厉害。平时李大姐就是一个心比较大大咧咧的人，感觉不是很严重，也没有在意。可就在前几日，李大姐在吃完饭想要下楼与邻居们跳舞，下楼的时候最后2个台阶没有注意，踩空后直接摔了出去。李大姐被摔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，哎呦哎呦的叫着疼。周围的人将李大姐送往了医院，到了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，结果却让人难以接受。李大姐的脊椎部发生骨折，并且进一步做了骨密度检测，发现骨密度值低至-3.5，被诊断骨质疏松性骨折。对于李大姐这种情况，医生给做出解释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李大姐已经进入更年期，也面临着绝经的问题，导致体内的雌性激素迅速下降，容易引起破骨细胞过度兴奋，而成骨细胞受到抑制，因此导致骨量会大量丢失，骨微结构会受到破坏，骨骼的重塑性就会抑制。再加上李大姐平时不良的饮食习惯，会让骨骼雪上加霜，加速骨质疏松的发生，进而诱发骨折。医生提醒骨不好的人3种素食尽量少吃，别不听劝。1. 3种蔬菜堪称偷盖贼。1. 蔬干锅。蔬干锅是很多餐馆的常客，它具有土豆、洋葱、豆角和茄子等混合烹饪而成。为了能够让这道菜更加有味道，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加入过多的调料，如食盐、蚝油、味精等。这些调味料里含有大量的钠离子，摄入过多会加速钙的流失，抑制钙吸收，从而不利于骨骼健康。2. 素食锦。素食锦想必大家都听说过，很多减肥和素食女性都会选择这道菜。素食锦是由豆芽、笋丝、香菇、韭芽制作而成，看起来非常健康，实则里边隐藏着大量的偷钙物质，如笋丝和韭芽里边含有草酸物质，摄入体内会发生化学反应，形成草酸钙，进而在排尿的过程中会排出体内，不利于骨钙的沉淀和吸收。若长期骨骼内的钙不稳定，从而就会诱发骨质疏松。若低骨量或者骨质疏松患者建议尽量少吃。3. 清炒菠菜。菠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蔬菜，烹饪起来比较简单，通常人们都会进行清炒，属于绿色蔬菜，还是很健康的。但是菠菜却不适合骨质疏松患者食用，因为菠菜中含有大量的草酸物质，这种物质会加速钙的流失，不利于骨钙吸收，久而久之会加重骨质疏松。建议骨质疏松患者或者骨不好的患者在平时要少吃。而对于正常人来说，
在吃之前最好先焯水，将草酸含量降到最低。若查出骨质疏松，在平时要坚持做好这几件事，或许能够得到改善。2. 若自身有骨质疏松，要做好几件事。1. 为骨骼补充营养，补骨叶干。通常来说，骨质疏松是由骨骼内的钙质大量流失，导致骨质减少、骨微结构破坏所致。想要骨骼健康，稳定自身骨质，在平时可坚持补充骨骼营养物，补骨叶干。为什么不能吃钙片、喝牛奶补钙，来改善骨质疏松呢？牛奶钙片确实有补钙的效果，但是对于骨量丢失严重或者骨质疏松患者却不适用，因为这个时候的骨骼已经遭到破坏，而牛奶和钙片仅仅有补钙的作用，这不能修复和重构骨骼，所以不能很好的得到补骨、养骨、改善骨质疏松的效果。而补骨叶干有双重抗骨质疏松的作用，不但能促进钙的沉淀和吸收，能够减少自身骨量流失，维持骨质稳定，其次还具有双向调节作用，维持成骨细胞活性，而促进软骨细胞的再生和修复。此外还能调节身体内部肝肾，同时强筋健骨，以及调节雌性激素，刺激骨骼的代谢和合成。因此骨量丢失严重或者骨质疏松患者，可以坚持补充一些补骨叶干来协调骨骼修复和重构，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症。2. 晒太阳，补充维生素 D。太阳中的紫外线与皮肤接触之后会合成维生素 D， 而维生素 D 也是身体必需的物质，可以促进骨钙的吸收，提高钙的利用率。其次还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。3. 坚持运动。运动之所以能够增加骨密度，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人体新陈代谢，而且户外运动有利于钙的吸收。运动过程中肌肉收缩，可以直接作用于骨骼的牵拉，有利于增加骨密度，预防骨质疏松。建议平时可以做一些负重慢跑、广播操、太极拳等运动。3. 对于骨质疏松可以吃什么？骨质疏松是一种日益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疾病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生活中也不锻炼、缺乏运动，一日3餐以素食食品续命，还有维生素 D 的粗粮和谷类食物越吃越少，还有一部分人群盲目减肥，或者长期大量饮酒、熬夜、不规律的作息等，这些都是加速骨质老化，导致骨质疏松提前到来的罪魁祸首。1. 橘子。据研究，每天吃4个橘子的女性，比不吃橘子的女性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降低了 92%。橘子中含有隐黄素，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色素，它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 A， 维 A 对骨骼正常生长有重要作用。据研究显示，吃橘子的女性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低了 92%。不过每天吃3个橘子就能满足日常需要量，食用过多易上火。2. 菜油。菜油之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是蔬菜之中的佼佼者，特别是其中含有丰富的钙元素以及铁元素。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一些菜油，对强健骨骼、疏通血液、降低血压有很好的作用。3. 黑芝麻。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补钙食物，其中所含有的补钙作用以及养生价值都是远远高于白芝麻数倍之多。每天能够服用3勺左右的黑芝麻，那么完全能够满足自身对钙元素的需求。4. 牛奶。牛奶是一种天然的钙源，它不仅含有大量的钙元素，同时含有大量的乳酸，这种物质能够很好的促进身体对钙质的吸收。
除此之外，奶酪以及酸奶这些制品之中所含的钙元素也是非常高的，在生活中可以经常食用。5. 黄豆。黄豆属于一种高蛋白食物，其中所含有的钙元素是非常多的。除此之外，也含有大量的酪氨酸，以及很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铁元素。经常服用对身体有好处。除了在饮食上要多吃钙高的食物，还要增加适当的运动。很多人到了50岁之后就感觉腿脚僵硬，活动不顺畅，弯腰抬腿困难，这都说明运动量少。建议中老年人平时多走路，也可以进行慢跑。若是身体比较虚弱，可以练习打太极。补钙不仅要从饮食上调理，还要多做运动，注意保护关节，多方面综合调理。有条件的话，给关节疼痛部位针灸、按摩都是可以的。经常适当把脚步放慢一点来享受生活，进行一下身体锻炼，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早起早睡，注意营养均衡，这样骨骼健康不是问题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